大家好，我是张大哥。这颗宾士 R107的560 SEL 8缸分油盘，大哥终于已经把它整修完毕了。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它的完修之后的流量测试。那这颗分油盘我们在还没有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那个流量的数据相当糟糕，只有5、6缸的出油量是正确的，其他的1、2、3、4缸是偏低，而且数据差别很大。那7、8缸呢，几乎是不出油。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就是因为这部车已经停牌很多年，然后才会造成我们这个分油盘的胶质才会造成它严重的堵塞。如果说它在停牌的过程当中，它如果说有定期发动的话，可能这个状况就不会这么糟糕。那无论如何呢，这么稀有的 R107 560 SL， 我们希望它能够很愉快的上路，很健康的在路上行走。所以说大哥也是抱着一个戒慎恐惧的心情，我希望说把它这部车子的分油盘，它的整个油路系统能够很完整的恢复它以前的状况。今天终于已经把它弄好了。我们来看它的测试数据。整个测试阶段会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第二部分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44949。OK，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一阶段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首先，我们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请等一下，大哥来弄这个定时器。好，时间设定1分钟，开始。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个很澎湃的出油声，它的标准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是在190ml左右。我们来看看，经过大哥整修之后，它的出油量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每次大哥整修到这个 V8 的这个分油盘大哥的心情就非常愉快，有一种肃然起敬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毕竟在当年是很高价的一个车种。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第1缸的出油量190，第2缸195，第3缸185，第4缸190，第5缸190，第6缸190，第7缸185，第8缸18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数据，误差应该在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相信这部车在回装分油盘之后呢，这个表现应该是有待期待的。好，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44949的
宾士 R107的560 SL 8缸分油盘的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由于这个阶段的测试时间会长达10分钟，所以，我们这个阶段的影片会分成2个部分。等时间接近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44949的 R107 560 SL 的8缸分油盘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定时器，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7、8缸。这次测试下来的数据相当漂亮哦。第一缸230，第二缸235，第三缸250，第四缸230，第五缸230，第六缸230，第四缸225，第八缸也是22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测试下来的数据已经到达3%以内哦，成绩相当优秀。相信这一颗分油盘的安装到车上之后呢，应该是相当的令人期待。大哥也有莫名的冲动，想看看这颗分油盘在 R107 的560 SL 的车上的表现。你这颗这部560的107，它光税金跟燃料费就已经1年要8万多块，1个月算下来要7000多块。我希望这个车主能在负担这么高额的牌照燃料税之后呢，能够好好的发挥这部107的560 SL， 好好的陪伴他相信他也会很快乐的跟车主在一起，好好的让这部车子能够健康的在路上跑，也一方面也让这部车子老车就是怕休息，因为一休息我们这个汽油胶就会堵塞我希望就是老车车主第一个一定要加95的汽油，因为多少我们的气缸都会有积碳的现象，燃烧比会压缩比会增加。第二个一定要维持半桶的油量，尽量因为我们避免有残留的胶质在油箱里面然后影响到我们的整个油路，污染到我们整个油路车子常常跑车子就健康我们就可以快乐的出门，安全的回家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拜拜。